云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当时我们谈好了，签完合同后，税后每月5000块，可这都第3个月了，没事儿，小吴，我都明白当时答应你的事情，我全部都没发放到位。现在你要走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。没关系的，云姐，等你做大头强了，我还当你助理。那你保重，云姐。好。小吴还是走了。云烟，早就跟你说过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第2个李子柒的。错，我第2个，你第3个。喂，你好。沈小姐您好，我是腾盛公司的 HR， 您已经成功通过面试，被纳入拟录用人员名单。那个，原来我们工作室就我一个笨蛋，聪明人都想好退路了。毫无前景的自媒体路和前路信息的坐班生活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。沈大头，你变了。最近7天播放量892，收入0.37元。据我所知，你还有1246元，房东3天后就要来收房。宋云烟，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你走吧，我自己选的路，就算是摔得满脸是泥，我也不会非要走。哎呀，我是真的对雕塑技艺感兴趣，想向您拜师学艺的。哎，小姑娘，我儿子和我孙子都已经够我带的了，实在没有时间再带一个女娃娃了。我明白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您时间了。自媒体人，曾经是，不过我现在是真心想要拜师学艺的。别装了，这种打着拜师学艺的旗号，实则学个皮毛就回去开通非遗账号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小姑娘，任何手艺都不是一日之功，我这茶艺也是一样。你心不静，心不诚，还是走吧。云烟，你说咱们以后真成了百万博主，得去哪儿定居啊？那我肯定选择一个小镇，因为风景如画。No， 是因为消费低，好不容易才当百万博主，我一定要把我的收益全部都存起来。宋云烟，你真是守财奴，怕是要提前享受退休生活了。
哎，姑娘，来旅游啊？来碗桂城藕粉尝尝。不用了。没事儿，阿姨不要钱，请你吃。你看这大热天的，来碗粉刚好可以降暑。来，谢谢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中沙镇西乡村、大棚村土门屯、富藏村团结屯，这么多传统村落，还都是最美乡村，怪不得售票员要叫我多来贵城转转。谢谢啊，大姐。哎，不谢不谢。屋顶筑起巧手，起角弯爪，雕塑图案，真是好看。风水。伞骨果然是28根，难怪被这里的先民认为是最有力量、最安全的伞。随便看。爷爷，这一把伞多少钱？20。这个价格比那些所谓的非遗博主做的油纸伞便宜多了。谢谢啊。爷爷，这些伞都是您一个人做的吗？魏氏油纸伞传了几百年了，几百年啊！从明嘉靖年间传下来的老祖宗的手艺，好几十道工序呢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看看。原来这么早就被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在这样的小乡村里，就藏着触手可及的非遗。祖传的手艺，那您带徒弟岂不是很辛苦？还有徒弟，我86年从我老爹手里接过这门手艺，到现在也只有我自己。那没有人来学吗？前年来个大学生，学了3天，手上磨出水泡，走了。去年有个纪录片来这考察，说他们要找的是什么国风奢侈品的非遗，不是我这种。妈妈，古代人的伞，纯手工的81把，纸做的还这么贵，走走。哎，纯手工的，伞面都是自己画的。您再看看。宋云烟，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小姑娘，没事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姑娘，不值当哭。
一把伞而已。我不是哭伞。爷爷，我想要跟你学做伞。做伞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光是号竹就要学习3个月，你能待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地方可去。行吧，你也不是第一个来学这门手艺的，就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油纸伞81把。做了一辈子伞，也有过几个年轻人说来要学，来的时候都说是喜欢，走的时候都是辛苦。那您就当我是为了打发时间，多学一门手艺吧。看你手里拿着手机，脖子上还挂个小相机，你也是拍宣传片的？不行，账号没起来之前，不能给爷爷莫须有的希望。唉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心思都这么多。我那孙子啊，每年暑假回来也是抱着手机不和我说话。你叫什么？宋云烟。云烟？好听。明天来村里找我，村口第2家，门口有棵柿子树的。您同意了？你没地方去，我也找不到人教。你呀，就当做我也是消磨时间的。好。探店 vlog 开箱，做的账号好像就是一直都不垂直。行不行？宋云烟，你的计划就没有一个成功的。先把手艺学到手，到时候随便哪几道工艺都够我睡好几期视频了，数据肯定好。睡觉。你倒是不嫌脏啊。我以前刚出来打工的时候什么都干，况且我现在只是帮您整理整理，哪脏啊？先说好，我可没钱给你发工资。我不是为了挣钱的，我是为了学一门手艺。不给工资，但是管饭。我老伴儿啊做的一手好菜。那太好了，师母做的可是地道的田园风味。像师母这种农家乐风格的菜，在城里的餐厅得好几10块钱一盘呢，我可有口福了。行了，
明天早上8点过来就行。宋宇，别着急。云烟，来坐。这第一步啊，好竹要选3年以上的毛竹，这竹节要直，纹路要顺。把这一块竹子磨黄花，不能有毛刺。嗯。这么快就磨出水泡了。丫头，手还疼吗？哦，不疼。我们魏家油纸伞有3材，这3头、3面、3柄，分别对应着天地人。伞的各个部分相互依存，缺一不可，也寓意着天地人之间紧密联系，相互作用。悟性不错。做伞就是做人，你敬天，天就给你好竹子；你敬地，地就给你好颜色；你敬人，人就会珍惜你做的伞。敬天。疼死宝宝了。今天累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明天再来。哦，没有，我再磨一会儿吧。师傅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伞，不闷吗？有伞陪着，不闷。师傅，这什么呀？好酸。这青柿子擂榨而成的胶水，纯青柿子擂的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什么话？老祖宗留下的秘方，能随意改吗？市面上那些化学胶水啊，2、3年就脆了。用这粘出来的伞，10年不开胶。这一个青柿子只能出这么一小碗，要擂，要熬，要晾，费时费力，但值。这儿原本是棵100年历史的古柿子树，是我爷爷的爷爷种的。
雷电给击倒了，根上重新发出了芽，就是现在这个。以前我们做伞就是用那棵古树上掉落的柿子做胶，等库存用完再想用，那就要拜托村长帮忙买柿子了。这么费时费力，那就没有想过用外面的工业胶水来简化工序吗？前年有家企业来谈合作，说能帮助咱把青柿子胶水产业化、规模化。算完后告诉我，青柿子胶水比化学胶水的成本高出不止3倍。不止一个人问我，为什么不换其他胶水？要换了，还是伟家的伞吗？丫头，一晃11天了，你完成的都很好啊，很有天赋。师傅，这是您今天跟我说的第3句题外话。什么话？教你工序难道不算？教我工序是题内话，不算题外话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最近跟师母之前的趣事也不说了，您之前学艺的糗事儿也不说了。村主任昨天来找我，说镇上搞旅游节，问我能不能拿几把伞到那摆摊儿。那不好事儿吗？要交500块摊位费，我卖一把伞才赚几10块，万一卖不出去，唉。放心吧，我陪您去，摊位费我来出。找我学艺的人不少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倒贴钱的。你这门手艺都这么稀罕？或许吧。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你只要能把我这门手艺学到手，我就倾尽心力教。丫头，你过来一下。这是我爷爷做的伞，已经100多年了。伞面虽然褪色，但是伞骨结实，伞线整齐，真不愧是咱们的传统手艺。伟家的伞，每一把都经得起时间。之前的账号粉丝没涨也没掉，还没更新呢。墩墩更新。桂城伟士油纸伞企划。第1步，号主。不行不行，这是伟士油纸伞，是师傅的心血，不能就这么拿来用了。
店里还有其他款式，美女，可以进来看一下。这边。不着急。那要不我把伞都撑起来挂在外面？孩子，不用着急。可是，怎么，心疼你那500块摊位费了？爷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？每年旅游节都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妈妈，这个伞好漂亮。80一把是吧？给我来一把。不用不用，我现在就要打着。傻孩子，等会儿坐车回家，万一别人给你挤破了，你可别哭。哎呀，乖，妈妈给你买了新的汉服，跟这把伞啊是绝配。我们回家试试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，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爷爷，麻烦你帮我把伞包好。好，拿好。谢谢。我想到办法了！哦，就买呗，花3000多买汉服。我对自己都没这么舍得过。为了出片，为了起号。旅馆虽然便宜，但也不能坐吃山空啊。汉服虽然美，但也不能只有一个模特。很好，保持住，别动。好，换个姿势，换一个，这样的或这样的。不行，沈大头现在才刚刚有了固定的工作，不能再拖他下水。雄关漫漫，不行，人生的路需要。哎呀，不行，赚钱好难啊。又 emo 了。秒回，肯定又在摸鱼。都市丽人，怎么想起来跟我打电话了？你这都住的是什么环境啊？我现在住的就是这个环境，不过我下车的时候吃到了一碗特别地道的桂城藕粉，你没口福？哎，你，嘿。我很好，你安心工作。
你好。你说的桂城藕粉确实好吃，是吧？我当时下车的时候，你大爷怕我中暑，给我来了一碗。沈大头，你大早上给我打电话就为了这事儿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网购的跟我差的不是一味儿。我说的就是地道的桂城味儿。对了，那个阿姨也送了我一碗。沈大头，你耍我好玩是不是？你这个工作狂，要是能来桂城，我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宋云烟，那你就准备好给我当球踢吧。不是，沙头，你有病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大姐，来2碗藕粉吧。没想到吧？来了，狐朋狗友自然知道你在哪。谢谢。哎，你来这儿了。你那家公司我上网查了，事儿价扣的钱可不少啊。我辞职了。沈大头，你有病吧？事后8500的工作你说辞就辞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，平常跟你嘻哈惯了，进不了贵气私人的大公司了。行。哎，这个真好吃哎！我说怎么这么久还没到？原来是发到默认地址去了。我很难相信你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儿还有。来。这些好像不是我选的那些啊。你闺蜜我啊，以前可是汉服种草机，现在重操旧业，应该不奇怪吧？不过我可没钱给你分成啊。谁要你分成啊？这些都是我找以前合作过的汉服店家借的，全都是样品，不要钱的。沈大头，哎呀，你少肉麻了！我来这儿可都是为了出片的。我知道了。那最后一回吧。今天我先请你吃晚饭，然后再带你去见我师傅。好呀，走吧。我还要吃比藕粉更好吃的饭。那个就是爷爷。爷爷，这么晚还没睡，还在忙啊？人老了，闲不住。这是？哦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叫沈念。爷爷好。这个就是你说的油纸伞手工制作的地方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桂城的韦氏油纸伞，没听说过吗？100年匠心传承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干活了。我坐了1天的车，想先回去休息了。哦，那我送你。我还没有跟师傅说我是在做自媒体啊。我还没有跟师傅说我是做自媒体的。
那你……我怕他有抵触情绪，不愿意教我。但是你迟早是要告诉他实情的。那我先走了。朋友回去了。咱这小地方，年轻人也愿意来旅游。师傅，我有一件事儿想跟您坦白。说吧。我其实是做自媒体的。我之前不敢说，是因为我是怕您觉得我是在蹭您流量，但我是真心想要拜师学艺的。早知道了。啊？你们做媒体的不都这样吗？手里拿一个，脖上挂一个。我问了，那叫什么狗刨？高普肉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那您还收我？你没地方去，我没人教，咱爷俩呀是各取所需，只要对韦氏有好处，我都愿意做。师傅，谢谢你。先别谢，活还是要干。明天上午领着小沈一起来学。哎，我先喝茶。哎，师傅，您是不知道，我那个朋友沈念呀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。小时候他可爱爬树了，爬那么高。哎，不对，那个你头再高点，腰往左边点。对，就现在，别动。你故意的是吧？别说话。来，3、2，看了吗？可以呀，念姐，功力不减当年啦。那是，汉服最强种草机可不是盖的。哎，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个矿井不错，要不去那边看看？行，走。对，就这种感觉。整体再柔弱一点，然后闺中少女的迷茫，眼神再放空一点。对，OK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，大摄影师？跟油纸伞相关的视频拍了几条了？5个场景，20多个素材，够剪了。为什么音乐呢？古风的？不要，太俗了。网上那种古风视频全是那种调调，都听腻了。那配什么嘛？哎，我负责出镜，你负责剪辑，咱们俩分工明确，剪辑是自己想。师傅上次做伞的时候哼的那首民间小调就挺好，那就用那个呗。没录啊，要你何用？就这个，空灵又有乡土味。
怎么又是这套？早就看腻了，汉服就那么几件，这网友嘴可真多。啊，网友其实说的也没错。那稻田我都去了3遍了，村子里的窗框几乎都快被我趴遍了，那柿子树的树干都快被我靠脱皮了。啊！赚钱好难啊！我还以为找到了方法，没想到还是个死胡同。别丧了，快起来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。宋云燕，你不是说摔得满脸是泥都不回头吗？现在才摔了一下你就不行了？谁说我不行了？我只是在想，咱们总是撑着油纸伞在村里走来走去，视频确实很单一。要不咱们明天去问问伟爷爷的意见？听说2位百万博主也遇到瓶颈了。师傅，我们做的东西没有人看了。是做伞呢，还是做人呢？哎呀，师傅，是视频。我说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心太急。种一棵竹子长成要3年，这做一把伞呢，还要81道工序呢。你们的账号我都看了。那您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。前期吧，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，一会儿拆快递，一会儿去吃饭。对，不垂直。既然你们的账号叫村规梦里人，那应该让看你们的观众先做一次桃源梦。想要做梦，那就去打造一个有着油纸伞、汉服美人的梦境，别硬凹造型了，拿着伞，把自己当作生活在这里的人，想想怎么拍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孙子暑假回来不爱待在村里边？城里孩子玩不惯。他说村里没意思，看那什么网红墙打卡，我就说咱村口那儿的古老墙不比那个好看。他嫌土。师傅，你是说把咱们村做成网红打卡点？一惊一乍的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不对，爷爷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小众原生态，不要门票，这不就是现在最火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吗？这跟你们的账号有关系吗？梦里子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账号主体设计成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女孩，做伞是她的日常，然后在做伞卖伞的过程中融入村里的风景，就像是这里的人一样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咱们尽量再选择1、2个取景点就差不多了。要加入女主的行动轨迹，不能太生硬了。你说的对，女主路过的每一处都要有用，那咱们得好好规划一下路线。既然要干活，那就要有干活的样子。女主的造型，咱们就尽量选择简约又利落的款式。这些汉服既灵动又接地气，而且特别符合我们汉服的主题。董爷，没准咱们俩真的能成为百万大博主。我们来的太早了，现在光影效果很一般。咱们走的是人文路线。吴大侠，要不要过去跳一段？
哎，你神经啊！咱们拍摄的是非遗博主的一天，不是舞蹈博主。你往日互联网的嗅觉呢？咱们现在先把跳舞的素材拍了，等粉丝突破10万大关的时候，就可以发一期回馈视频。对呀，现在自媒体博主不都喜欢搞这套吗？我准备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Action！ 哇！哇！哎呀！哎，不行，你这姿势太假了，你根本就不会挑水啊！哎，不行，你这个姿势太丑了，做作。那怎么办？你等会儿。我们请这位阿姨教教怎么挑水吧。好，我来教你。看见没啊？这个扁担要拿住，然后往脖子后头中间这个位置挂上，然后一前一后的这样一挂，阿姨保持住平衡。为什么要一前一后啊？这样能不让它歪呀，不晃啊。女主披着晨光，女主挑水，女主踢竹子，女主涂胶，一天下来，还真拍了不少。你说师傅会不会是个高人？随意点拨咱们就懂了。万一呢？你别说，咱们这些地方比那些网红打卡点好多了。沈大头，你说我们这个号能成吗？你之前不是挺有信心的吗？我装的。能成，就算不成，咱们也不亏。咱们学了手艺，看了好风景，还有了一个好师傅。来看这台房子是从宋朝时间留下来的，这个窗户，这个门，这个宫门上面“迎瑞”二字，2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扇边檐，这是我奶奶辈留下来的。今天碰到的那些爷爷奶奶可真热心，要是能帮帮他们就好了。咱们还没有帮上师傅的忙呢。账号做到现在虽然有起色，但是没有人买伞啊。咱们的账号跟网红打卡点不沾边，那咱们在小绿书上再创个账号不就好了？名字就叫盘点那些小众人少的绝佳出品点位。对。第一步就是要创建一个新鲜热火的账号。你们说的这个拍视频宣传村里，以前也有人来过。那他们拍完了之后呢？拍完就走了，也没什么效果，村里还那样。主任，咱不拍宣传片，咱们只设计打卡点。打卡点？什么打卡点？哎呀，就是选择一个特定点位的特定景点，以出片为目的。怎么保证别人能刷到你们的账号，并且直接来打卡呢？要不你们2个小年轻再想想，明天又是1月1度的旅游节，我得先去忙这个了。买油纸伞吗？81把，油纸伞81把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这就是你说那倒贴了500块的旅游节？小点。什么倒贴？上次旅游节是有收获的，我汉服的创意就来自于一个买伞的小朋友。那祝你今天还能找到你的灵感缪斯喽！
哇塞，姐妹，你身上这套是不是霓裳阁的新系列？我好喜欢。对呀，你今天这身搭配真的是太妙了。要是有一把油纸伞，就更好了。哎呀！你看，是不是更漂亮？这样拍照一定很出片啊！哎呀，别说了，我就是被那个小绿树安利给骗来的。来这儿之后呀，是吃不完的大鱿鱼和烤肠，喝不完的竹筒奶茶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呐，也是自媒体博主，千里迢迢跑过来，真是太令人失望了。不过幸好，这个老爷爷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。什么？你手的这把油纸伞，就是爷爷亲手做的，他工坊所用金子，风景如画，而且没有被人工开发过，还有古建筑群呢。要不我们去看看？哎，我还没想好呢。漂亮，那换一个。这么好看的荷花，真不知道把这里安利给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陪他打卡，比咱俩拍素材还累。这姐妹体力也太好了吧！这都给她拍了多少张了？你别说了，还真把我手机借去拍了。我拿回来一看，少我200张照片。快看快看，怎么样？哇，林月，我第一次见你这么打卡的。主要是我的粉丝们都爱看，我当然要把最好的给他们看，好不好？哎呦！天哪，你是拍的也太好看了吧！比我们之前找的摄影师强100倍啊！还好啦，就是拍的比较多啦。哎，你小绿书叫什么？我们关注一下呗。林间漫步。你就是那个小绿书上10几万博主的林间漫步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们也没问我呀。而且我就是拍的照片比较多，不是什么大博主。这篇拍徽州的，点赞3万；这篇拍景德镇的，点赞5万。林月，你拍的这些地方都火了，也没有多火，不过确实有一些地方发布之后，游客变多了。你能不能给咱们村也发一篇？啊，不，3篇。3篇行不行？报酬的话，报酬就是伟士有之100年匠心传承，你值得拥有。我本来就打算发呀，这么美的景不发呀，简直是太可惜了。那可真是太感谢你了！有救了，有救，有救了！这张凉亭的光影我调了一下色，这张老戏台的剪影保留原图质感。好，你说什么都对呀。
好了，等明天看数据吧。你说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呢？人10几万粉丝的博主，发个笔记啊，估计就跟咱发朋友圈一样。沈念，你看，你还是8000多点赞，还行，这叫还行啊！这是哪里啊？求定位。油纸伞那张绝了，请问可以买吗？有人问油纸伞呢。现在点赞12000了。李烨，你简直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！起来！我还没发完呢，我准备呀，连发3天，把村里的各个点都发一遍。太好了，这简直和我心里的世外桃源一模一样。人间漫步同安点，我也是不是在这里？哎，就我一个人想先去买伞吗？陆玉烟，咱们村真的火了，这才刚开始。小宋，你们请的这个摄影师到底什么来头？这才几天，我接了好几个电话，问村里能不能住宿，有没有吃饭的地方。主任，他是小绿书的博主，10几万粉丝呢。10几万，难怪。主任，这游客多了之后，不能没有地方歇脚，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吧？要不咱们发动村民做几家农家乐？好，这个我来张罗。好。爷爷，这3把我们要了。不过这些非遗手工艺报出来的价格都吓死人。爷爷，这伞……你们的预算是？你看吧，这伞最起码得300-400。不，这些伞不贵的，100一把，很便宜的。如果要是定制的话，那就是另外的价格。师傅，这几天卖了快20把了，库存不够了。那就再做，又不是没有材料。可是做一把要半个月呢，现在游客越来越多，库存撑不了几天了。也没用，做伞就是慢活，我不能为了多卖，质量给降。您说的对，但是产能跟不上，接不上这股东风，岂不是又回到原样了？好多人。小姐姐可以拍张照吗？可以啊。来这吧，站好看吧。 3、2、1，换一个，好看。哎呀，哇塞，好有氛围感啊！谢谢，漂亮，谢谢，拜拜，下次还要来哦。现在的问题是有人买，没人做。师傅一个人一天到晚不休息，一个月也只能做5、6把。要不咱们帮帮他？咱们才学了几天啊？这号竹跟炮竹才能勉强上手，而且我穿线都穿不利索。那就学，师傅一个人能做，咱们2个人能帮，这样总会快一点。那得提前说好，做坏的可不能算到我头上。那坏的成本就是没有。哎，你这个28根伞骨，每根都要用棉线很紧，而且间距必须均匀。来，谁？
点，慢点，我来。我试试。慢慢来。当年我学了3个月，才敢说扎死了。会穿线。3个月，那我得扎成筛子。来，我给你买个粉，感谢支持，粉色拍着好看。老板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？我们赶时间嘛。啊！沈大头，快点儿！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傅一个人做伞，产量有限，您多担待。来，感谢支持伟氏油脂伞，100年匠心传承。哎，你们这儿产能跟不上，可以改做定制跟预定吧，这样老爷子也能不那么辛苦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来，这个，谢谢。今天一共卖了8把伞，库存只剩下3把了。唉，明天开始得限量了，一天最多卖5把，要不然其他游客来了都没得买了。限量啊？那他们大老远的跑来买不到伞，那多失望。师傅，您不吃不睡做伞，那您身体还要不要了？要不咱们听那个客人的，做定制或者预售，或者把有的工序分出来，比如说穿线和表伞，我跟沈念就会。师傅，您做核心的部分就成。可以试试，但你们2个先练好。把裁好的纸糊到伞骨上，不能有褶皱，不能有气泡。还是不行，慢慢来。这一张纸贵不贵啊？不贵，但是比你那面膜贵。这没啥指引呀。哎，你好，我们2个是住在这儿的自媒体博主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带你逛逛。哎，这个是我们的账号。那太好了，你不知道我是从小绿书上安利来的，还订了把伞，之前都是直接买的，大家太捧场了，师傅做不出来。没事的，非遗嘛，慢工出细活，我能等。那我们先去逛逛，走。自从预定和定制机制一出，师傅真的轻松了不少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嘛。不过，咱们得做个线路图了，要不然游客一来都不知道往哪儿走，体验感不好。对，现在游客多了，想要客流均衡，还是得疏导。走。林月说过，荷花池的最佳打卡时间是清晨，凉亭是午后，老戏台是黄昏。这3个点如果串起来的话，刚好是一天的路线。而且呀，中间还可以加上祠堂、柿子树、后山，这3个地方连成一圈，至少能玩半天呢。咱们可以做成一个打卡地图，在每个点都立一个牌子，牌子上标明最佳的拍摄时间和角度，
而且我们还可以获得林月的授权，到时候就用他拍的照片做示例，这样游客一看就懂。还有师傅的功法。这可以啊。哎，这儿行，挂这儿吧。好嘞。有你。哎，那这台，叔就挂这儿吧。好，行。你们这搞得像模像样的。叔，以后游客多了，您还可以在戏台上直播唱2句呢。哎，老了哈，唱不动了。哎，咱们再去那儿吧。走。叔，这儿就有棵树。好，行。舒服。林月说这个打卡点会火，也不知道他说是不是真的。哎，你说，咱们梦里人的账号是不是也可以设计成女主在这里采摘果实之类的？哪有果实给咱们摘呀？这怎么没有果实？这满山遍野的果树，等季节到了，我带你俩再来一趟，拍点画面。叔，那是拍素材。来，辛苦了，陈叔。你今天定的这几个点呀，绕起来刚好够游客玩半天。哎，还可以在牌子上印上2维码，扫进去就是详细的拍照攻略。你这个想法好哎，我们回去就走。走。这两个孩子。走，先去碧波园，上面说现在光线正好呢。沈大头，你快看！我看到了。谁能想到，咱们一开始只是打着非遗的幌子起号呢。头往右边偏一点，这个伞往下面放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！哇，太好看了！发小绿书，别忘了带定位，写上惠城维氏油脂相子时。可以。你们看那儿，那儿更好看。走。师傅，生意兴隆啊！我今天卖了6把，有个小姑娘一下子订了3把，说是要送给她的朋友。师傅，那你今天一共做了几把呀？我做了2把，加上库存，刚好够卖。师傅，现在咱们开通了预定渠道和定制渠道，这订单量一多，您可就分身乏术了。师傅，我们俩能力有限，您有没有中意的传承人啊？以前我很看好我孙子，可是他对这门手艺，那师傅，如果有外人想要来拜师学艺，您愿意吗？如果有人愿意把这门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继续传承下去，我一定倾囊相授。师傅，等着就是您这句话。哎呦，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你这么打了。前几天咱们说招收学徒那事儿，我去问了，他们都说考虑考虑。现在游客这么多，他们看到了商机，肯定愿意学的。而且我们不要工资，您都教我们了，再招几个就当是徒弟喽。我当年学了3年才出师，现在的年轻人有那个耐心。放心吧，
如果招不到人，我和沈大头肯定会想办法。阿姨，你看我这个伞怎么样？不用，走走走。啊。你们找谁啊？叔叔，你看这把伞是我们手工。没事儿，我们再去下一家吧。阿姨你好，我们想问问小伟在吗？他愿不愿意学做伞？小伟啊，他在城里头打工呢，我们一个月5、6千，咋会给你们做这些东西呢？不做。哦。陈小伟打工。哎，这个湖边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好像是因为家里困难，然后为了学这门手艺的收入就拒绝了。你们讲的太简单了。哎，你觉得小吴怎么样？哪个小吴啊？还能有哪个小吴啊？就是咱们以前的小助理。小吴当初离职就是因为没工资发，现在怎么可能再回来继续做没有收益的工作？但是咱们现在账号有起色了呀，有他在的话，应该会更顺利吧。哟，啥意思啊？这老爷子自己找到徒弟了，那岂不是显得咱俩很没用啊？管他呢，就算只有一个徒弟也是好事儿啊。先学好竹，把这块每根竹子都要磨光滑，不能有毛刺。你俩回来的正好，好竹你俩熟悉，好好带他学学。好，给我吧。哎，你手势不对，像我这样，大拇指摁住，这样比较稳。这小子有股劲儿。终于有人愿意来帮忙了。一个不够，至少得要3、5个，这样产能才能提上来。要不，咱们用我们的账号发布一个学徒招募启事，也可以请林月帮忙发布招募笔记。现在关注咱们村的人不少，没准真的有人愿意来帮忙。对呀，不仅本村的可以来学，外面想来学的也可以嘛。但是外地来的人，他们住哪儿？住村里呀。村主任不是说要建民宿吗？正好啊。有人问能不能网购油纸伞，还有人问村里有没有民宿，还有人问能不能拜师学艺。我去，这么多人想学！沈大头，咱们要不要搞一个非遗研学营？怎么样？研学招募的人手有头绪了吗？不怎么样。有人问能不能全程直播，还有人问研学营给钱吗？看来有的事儿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你觉得把小吴召唤回来给咱们搭把手怎么样？现在韦氏油纸伞虽然是供不应求，但是每次我们只收那么一点定金，哪来的钱给小吴发工资啊？那你就别管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沈大头，
咱们不能干那种把人家骗过来，然后再给人画饼的事儿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喂，小吴，你找到新工作了吗？咱们的账号有新转机了，你要不回来和我们一起做？真的吗，叶姐姐？我这边刚找到新工作，正准备签合同呢。当然是真的，要不你还是回咱们团队呗，待遇一切正常，后续账号起量了再给你涨工资。我相信你和袁姐，那我就和 HR 说一下，放弃这份工作，马上就来找你们。好好好，稍后我发你地址。你高兴成这样，彩票中大奖，咱们不用辛辛苦苦起号啦？开什么玩笑！我要是有这个好运气，也不至于跟你混了。那你这是送送筋骨，别管了。行啊。如果我们真的发不出小吴的工资，大不了我自己补上。哎，云姐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大姐，来碗藕粉。来，快尝尝，这可是当地特色美食。好吃。天热，你慢慢吃，吃完咱们回村儿。小吴他知道咱发不出工资。当然啦，小吴说他就愿意跟你谈。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啊，我带他俩去吃了个晚饭。这位就是你们默契十足那个全能助理？喂，师傅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我从大学毕业就跟着云姐了，是云姐不嫌弃我。师傅，小吴跟您谦虚呢，他可是咱们工作室的技术顾问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你喜欢就好，我们还害怕你不喜欢织伞呢。我爷爷是个木匠，所以我小时候的玩具都是他亲手做的，导致我现在看到这些手工艺术品都走不动道。哎，对了，云姐，我以后肯定要好好给你们帮忙，然后再跟着韦师傅学艺，保证不辜负你给我发的工资。工资？没问题。那个小吴，你先跟着师傅好好学，我和你爷姐这是不是？小吴果然是你骗来的。现在工坊缺人，咱们的账号运营也需要人手。那你也不能骗人啊！万一小吴以后知道我们发不出工资，会怎么想我们？那你当时骗师傅说想要学艺的时候，实际是想起号，那你怎么就没有想过师傅会怎么想？放心，如果1个月之后收益不够工资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又用你的积蓄补贴？又不是不行嘛。沈大头，你这是饮鸩止渴，我跟你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哎，宋云燕，咱们俩是臭味相投。纷争开始了。
这都一整天了，他俩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昨天还好好的。宋丫头，把包子给我拿过来。小沈，晚上的竹子给我拿。小吴这几天干得热火朝天的，他最后要是知道没有工资，不知道会有多失望。既然你这么看不惯，那你去告诉小吴真相就好了。宋云烟，师傅当时知道真相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只要对韦氏油脂散有好处就好。那小吴的加入对我们有好处吗？油脂散几乎无人传承，咱们的账号几乎无人问津。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我也一样。可是小吴的工资，我说过了，先用我的积蓄补贴。还没闹够，连阿牛那么单纯的孩子都看出不对劲儿了。行了，我活了几十年了。你们那一点小九九啊，我一清二楚。你们俩一个想保住情谊，一个想保住机会，都是好心。你这丫头，当初为了起号，不也骗了我吗？我没有怪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唉，我相信小吴也不会怪你的。如果团队的主心骨如果歪了，这伞还怎么做得直？我怕辜负小吴的信任。我只是不想错过这么好的东风。我明白，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团队。既然为了团队，那就不存在着谁对谁错。宋丫头，这2天太浮躁了。难道回馈小吴的方法只有发工资一种吗？那还能有什么？你们年轻，头脑转得快，自己想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想要不咱们给小吴打造一个个人专属 IP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哎，打住！打造 IP 哪有那么简单？咱们俩还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吧。走吧。小吴，今天把你叫过来，主要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可以生气，也可以把我俩大骂一顿，但能不能不要着急走？发不出来工资是吧？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俩平时交不离梦的，这几天还互相不搭理。云姐看向我又是欲言又止的，我就知道问题一定出现在我身上。其实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，就是如果你想走，能不能先帮我们撑过这一阵？我们实在是确认。谁说我要走了？咱们3刚成立工作室那会儿，什么苦没吃过？哎呀，安啦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走的。我先去忙喽。我决定了，
一定要把小吴打造成百万网红。别心不在焉的，抓紧点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我看你俩今天没心思学艺，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吧。我不许耽误他俩的进度。下点下点，你继续摔啊！别管我，别管我。哦。别管我。我去，之前怎么不觉得小吴这么帅啊？哎呀，之前一直坐正大后方，也没机会呀。光有颜值还不够，我想着得让账号跟油纸伞有关联性。要不咱们把小吴这个二次元培养成 coser 吧？你们这样看着我干嘛？小吴，想不想要成为一名 coser？coser？不行不行，如果不还原是会被骂死的。放心，二次元有自己的规矩，我们都懂，一定还原。最好的妆娘在此，假发呢，我也会动用我自己的人脉，为你找最好的毛娘定制。是。不行，小吴，你这姿势太僵硬了，你眼神放空，不能看我啊，不能看我，看远方，行，就这样啊，来。行了，你们别笑了，姐。我去漫展就是去集个邮，你真让我摆，我真不行。不行啊，小吴，你这根本就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角色里面。啊！我竟然在这里看到了我的天哪！没人告诉我在这里还可以和我推集邮啊！哦，这散放吧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始！哇哦，漂亮，换一个！哇，好看。OK， 可以啦。太妙了，简直太妙了！我就说这个皮肤跟油纸伞绝配。老师，我一定要关注你，太有巧思了。我们老师还是个新手 coser， 现在关注你就是元老粉丝了。我给你弄账号。老师加油，当 coser 注定不会被埋没的。拜拜。哦，宝藏 coser， 沈大头，我就说吧，这条路果然走得通。师傅，你看小吴的视频。这是油纸伞还是道具啊？师傅，这个还是您亲手制成的伪饰油纸伞呢，只不过我们根据角色的特质加入了一些小设计。师傅您看，评论区的人对油纸伞的小巧思都赞不绝口呢。您的手艺才是无价之宝，只要能让更多人了解到伪饰油纸伞，我们走的就是正确的路。最近你们两个拍视频也忙，明天就休息一天吧。我得继续把这定制的伞完成。那师傅，我们就先去休息了。
请进。爷爷，这个角色打的伞是您做的吗？什么？我爸爸说这个角色打的伞是您做的。是我做的。爷爷，你不知道啊，这要是面火了，所有人都在找你的同款呢。对，我爸都说你要挣大钱呢。爷爷，我能不能利用暑假时间跟你一起学习做油纸伞呢？爷爷，教我，我真想学，我真想学，我真想教你。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啊？先回家，师傅累，需要休息啊。看来我这老观念是该改了。啊，好嘞。这一天我累死了，哎呀！师傅又爆单了，你开心吗？你们俩这是折磨我了。师傅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只要是对油纸伞有帮助的，咱们都做。就是，不过现在这生意好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师傅，您看，小吴的账号最近涨粉势头很猛，咱们就奋起直追。油纸伞的订单也暴涨了。线上的订单，咱们就严格控制定制的数量，也给师傅喘口气儿。我只求你们几个能精进一点，帮我。抬头！都挤在这里干什么？压学基地审核通过了，都来！看不是。鼓掌！咱们村向来讲究原汁原味，所以特意定制了木牌。木牌好，木牌好啊！干杯！我爹临走时候跟我说，魏家的伞不能断。我活了这几十年，最幸运的就是遇见了你们。宋丫头，你做得很好。我现在无比庆幸，当时在镇上，那阵风把伞吹到了我身边。你俩出镜为大伙展示了咱韦氏的油纸伞，谢谢你们。您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哎，对，一家人。有句词说得好，秋水畔，清凉伞映，红妆面。你们用自己的头脑，给咱村，给咱韦氏带来了新生。今日我斗胆改一改，你们的付出可谓是清凉伞映，新村面，旧貌换新颜。看，干杯！小吴的粉丝暴涨，我们的账号也越做越好，连续也排到了明年。开心吗？我要继续留在这里，帮助韦氏油纸伞和村子越来越好。那可不能少了我啊！